But we didn't. I'm more angry now, and I'm more committed now than I ever was because my personality kept us out of war. And even now, I could solve that in 24 hours. The 2024 election is our one shot to save our country, and we need a leader who is ready to do that on day one. We need a fighter who can stand up to the left, who can stand up to the swamp. 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注意到，特朗普此次的竞选开跑较以往低调了许多。2016年的美总统大选期间，他曾在爱荷华州展销会上让孩子免费乘坐直升机，还把他的波音757当作活动背景，上面印着巨大的特朗普字样。2017年1月20号，他在总统就职典礼当天提交了4年后准备竞选连任的文件，上任第1年就举行了10场标志性的大型集会。而现在，他的第1场竞选造势举行只有几百人参加的小规模活动。相同点是内容，不同点是形式。就是内容上来看，特朗普这次的策略应该仍然是对内鼓吹民粹主义啊，比如要求解决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啊。那对外他还会要求政策的收缩，比如他会要求结束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但是从形式上来看，就是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演讲，这个观众的规模都远远比不上他当年的巅峰时刻，就可见特朗普将在更小的切口和更加务实的层面来制定自己的竞选策略。特朗普也拿出了2024年总统大选团队名单，成员包括前商务部高级顾问埃里克·布兰斯塔德、众议员鲍比·考夫曼以及马歇尔·莫罗、亚历克斯·拉查姆。观察指出，过往民主共和两党党内候选人比拼前4站，通常依次为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常在1月或2月举行。特朗普首先亮明的这些团队成员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前商务部高级顾问埃里克·布兰斯塔德，他的父亲是美国前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泰里·布兰斯塔德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1982年起，他曾先后当选6届艾奥瓦州州长，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年轻、任期最长州长纪录，至今在美国中西部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声望。正因如此，特朗普重视布兰斯塔德家族。在2016年和2020年选举期间，埃里克·布兰斯塔德都曾为特朗普效力，担任特朗普阵营的艾奥瓦州竞选经理。特朗普现在跟那个16年、20年的时候，他的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就是那个时候他在党内是一骑绝尘，但是现在虽然他这个目前这个支持率应该还是遥遥领先的啊，但是你能明显发现，比如像德桑蒂斯，包括党内那些建制派的大佬的那个态度都比较暧昧，所以他并没有那么稳的一种心态，而且他也没有那么稳的把握，很多工作他要做在前面的。好，本期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3位嘉宾来与我们共同在线解读，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游传满，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系主任孙哲，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那孙先生，根据您的了解，共和党内的声音到底是怎样的？在共和党之内呢，通过这次中期选举，大家也意识到，就是你必须跟特朗普拉开一定的距离，因为全美国有很多人是不喜欢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民意，共和党不能忽视不见。只不过呢，现在就是共和党还没有到一个临界点，就是他有人形容是共和党还是被特朗普用一个大拇指在狠狠地摁住，强行共和党要听他的意志，来遵从他的意志。那张先生，您觉得如果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参选的话，赢面有多大？我觉得特朗普对共和党而言，它是一种双刃剑，它既有很多的竞选优势，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竞选的劣势。这种劣势就在于特朗普本人的这种极具争议性。特朗普推出了印有自己肖像的 NFT 数字藏品，在1天之内就售罄了，是否说明他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特朗普确实是在 NFT 市场上火了一把，一下子1天赚了近500万美金。那么与其说他的政治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不如说他操纵市场的能力和虚假宣传的能力不可忽视。那么在2019年之后呢，特朗普其实一直在批评加密货币，一直在批评 NFT， 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骗局啊，根本不是钱。
但是他现在以身试法，他现在陷入自己说的那个骗局当中去了，开始在骗别人。特朗普他其实呢，我觉得他做 NFT 的产品呢有2个考虑，一个是他这个人非常敏感，他抓住了美国年轻一代喜欢的东西。特朗普呢，他非常想借用这样的手段来让年轻选民再投他的票，拉近跟年轻选民的这个心理距离。特朗普向其支持者要钱要粮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只要在 donaldtrump.com 网站上登记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呢，就基本上每周都可以收到他的捐款的邮件。特朗普他的商业帝国和政治活动之间的界限呢是非常的模糊的。据美国国会山报2月26号报道，共和党内曾任驻联合国大使的尼基·黑利也已经宣布希望参与总统候选人的竞逐。黑利与特朗普相比，哪个更有实力代表共和党出战？候选人提名会否陷入拉锯战，正逐渐成为焦点。目前，黑利和特朗普已经首次出现在同一场活动上，互呛不断，火药味不小，表明党内紧张局势正在升温。从尼基·黑利到罗恩·德桑蒂斯，共和党党内其他精英又能否挑战特朗普目前的支持度呢？一起来洞察关键。I'm Nikki Haley, and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当地时间2月14号，51岁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在一段视频中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It's time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to rediscover fiscal responsibility, secure our border, and strengthen our country, our pride, and our purpose. 对于黑利的加入，一位长期担任共和党顾问的匿名人士对媒体表示，共和党和白宫需要更年轻的领导者。黑利也将自己塑造成代际变革的推动者，甚至提出要对75岁以上的政治家进行心理能力测试。Our cause is right, but we have failed to win the confidence of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Well, that ends today. If you're tired of losing, put your trust in a new generation. And if you want to win, not just as a party, but as a country, stand with me. 黑利应该有2层面的考虑。第一呢，就是通过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整个进程希望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这种概率目前看偏低。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黑利能够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终获胜者展示出自身的优势和力量所在，从而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搭档，换言之就是副总统人选。1972年1月20号，黑利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班贝格一个印度锡克裔移民家族中，其父母分别是医生和教师，母亲还拥有自己的时尚品牌。黑利12岁时便帮母亲管理公司账务。1989年，黑利从克莱姆森大学会计专业本科毕业，在私营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转到家族企业担任首席财务官。随后，他开始在南卡罗来纳州地方商会任职，逐渐接触政治和社会事务。2004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黑利参选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并且入选州议会，成为南卡罗来纳州首名印度裔州议员。2010年，黑利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成为该州首位女性亚裔州长，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位南方州非白人州长。2014年赢得连任，他经常炫耀自己的政绩，在任期内注重发展经济，使得该州的失业率降至15年来最低水平。2017年被特朗普提名后，黑利通过美国参议院的投票，成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就他的从政经历看，的确构成了他参与美国当前更激烈政治竞争的一些资本。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来的是美国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从政的经历，有的时候不必然是正资产，有时候是负资产。尽管在特朗普执政时成为了驻联合国代表，但黑利和特朗普的关系一直很微妙。2016年初，时任南卡罗来纳州长的黑利曾就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表示尴尬。当时黑利支持的是卢比奥，后来转而支持克鲁兹。
在此期间，黑利曾对特朗普发起过毫不留情的攻击，但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黑利迅速投诚。如今，黑利宣布参选2024总统竞选，意味着他成为首个正式向特朗普发起挑战的共和党成员。对于黑利竞选总统一事，特朗普在今年1月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竞选活动中透露，黑利有给他打过电话，告知他正在考虑竞选总统。特朗普说：“听着，你知道，如果你想竞选，就跟着你的心走。”在特朗普的智囊团看来，如果通过宣布参选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和在党内的地位，那么黑利将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竞选搭档。其实早在2020年特朗普竞选连任时，坊间就传说黑利会取代彭斯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而2024年，彭斯已与特朗普分道扬镳，黑利上位就水到渠成。和拜登选择哈里斯做副手一样，黑利也享有同样的标签：女性、少数族裔、年轻。而且，黑利目前在党内支持度较为低落。根据晨间咨询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潜在共和党初选选民中的支持率为46%，德桑蒂斯紧随其后，支持率为33%。有分析指出，共和党内能对特朗普形成挑战的只有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这也是特朗普最忌惮的对手。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演讲结束后，就将矛头直指德桑蒂斯。纽约时报也曾在一篇报道中指出，特朗普在闲聊时花了不少时间给德桑蒂斯起外号，包括称其为肉丸罗恩，据说是他对德桑蒂斯外表的评论，暗示其拥有意大利血统。虽然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不会用这种绰号来形容德桑蒂斯，因为这是不合适的，但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这些举动意味着他已经将德桑蒂斯视作和其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有力竞争对手。德桑蒂斯，一位出场自带背景音乐的美国政客，这首歌由2位热心选民为他量身打造。当他享受着台下的尖叫、掌声和欢呼，对准麦克风侃侃而谈时，他的支持者们会说，他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位总统。德桑蒂斯的个人经历颇为传奇，他出身草根，是意大利裔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父母都是蓝领阶层，这令他与金钱堆砌而成的美国政界相距甚远。但德桑蒂斯从小就是学霸，不仅考入了美国最显赫的哈佛大学法学院，还在法学院第2年就加入了美国海军，成为海军的一名军官。毕业后，他先作为军事法庭检察官工作了2年，随后加入赫赫有名的海豹突击队。到2010年退役的时候，德桑蒂斯已经官至海军中校，荣获铜星勋章、海军及陆战队表彰勋章、全球反恐勋章和伊拉克战役勋章等。多重荣誉加身的德桑蒂斯很快把目光投向了政界。在担任佛罗里达中区检察长2年后，他顺利当选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并打算竞选佛州州长。俊朗的外表、名校学历，还有战功加身，德桑蒂斯诸多开挂般的硬件吸引了共和党内许多人的目光，其中也包括特朗普。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国会山访问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时，还特意在人群中寻找德桑蒂斯的身影，并主动询问罗恩在哪儿，竞选怎么样了。德桑蒂斯的声音当即从人群中传回：“如果我能再得到另一条推特，情况会好很多。”据一位在场人士回忆，特朗普当场就答应了，并在初选前2个月发推，对德桑蒂斯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内容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现正寻求州长职位。此后，年仅39岁的德桑蒂斯成功当选佛州州长。当年在党内名气还不是很大的德桑蒂斯，其很独特的一个标签就是延续特朗普的风格。2017年，德桑蒂斯成为众议院中最用力反对针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的议员之一，被特朗普称赞绝对是个战士。2018年，佛州共和党州长任期将近，德桑蒂斯在特朗普的背书下返回家乡竞逐州长一职。在当时的一段宣传视频中，德桑蒂斯手握特朗普名言“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标语，教导还在牙牙学语的儿女跟读，有意表明忠诚于特朗普要从娃娃抓起。事实上，在德桑蒂斯竞选州长的广告中，特朗普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德桑蒂斯的妻子凯西曾是新闻主播，她在广告中担任主持和讲述。她说：“人们常说罗恩就是特朗普。”伴随着凯西的讲述，画面里孩子们用积木修墙，读特朗普的自传《交易的艺术》，甚至连衣服上也印有特朗普说过的话。如此露骨的特朗普话曾为人所诟病，但也的确为德桑蒂斯赚足了眼球。
眼看着当年依靠自己沾光的人如今春风得意，特朗普痛骂德桑蒂斯忘恩负义。不过他也在私下说，德桑蒂斯此前曾表态，如果特朗普参选，他就不会参选。有分析认为，如今德桑蒂斯受党内热捧，也跟共和党内部的气氛有关。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骚乱，让不少共和党人认识到了特朗普死忠粉的恐怖之处。而当特朗普宣布卷土重来，再度参加大选时，竟然还能收获一大批右翼的支持。一些共和党人开始渴望扶植下一任旗手与特朗普相抗衡，他们需要这个人比特朗普更加稳定、容易控制。德桑蒂斯目前看来就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与此同时，德桑蒂斯也开始有意识地做出改变，力求规避特朗普那些争议较大的言论，同时开始给自己贴上务实、专业的执政者标签。他主导增加教师薪金，推动佛罗里达的湿地保育，在一些社会文化及环保问题上展现开放姿态，以吸引左翼人士，成为美国名望最高的州长之一。同时，德桑蒂斯也擅长打造正面的公众形象，每当他来到公众场合，都表现得风度翩翩，演讲极富感染力。共和党内部许多精英人士展现出对他的青睐，法律界对他称赞有加。他谨慎应对媒体，一改特朗普时常口出狂言的习惯。镜头内外，德桑蒂斯与福克斯媒体上下都建立了关系。他还与那些在网上为他助威，甚至搬到佛罗里达州的自媒体先锋们建立了关系。在美国民众眼中，这位共和党联盟中最年轻的州长，有3个小孩和一个刚刚抗争了乳腺癌的漂亮妻子，代表着新一代人的崛起。很多人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外号“德未来”。除了德桑蒂斯和黑利，共和党内的一些大佬也在蠢蠢欲动。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2月15号表示，他也将很快宣布自己的决定。前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出了一本书，并将在未来几个月为这本书在美国宣传巡讲。此外，甚至连年仅37岁的美国亿万富翁韦克·拉马斯瓦米也在2月21号晚宣布，以共和党人身份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拉马斯瓦米还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其动力来自对美国正陷入国家认同危机的确信。共和党内初选，众多人物参与这是美国新党政治中有趣的这种现象。现有共和党的整个的格局是高度分裂的。目前的共和党内极端的保守派以及相对而言温和派之间的这种较量，还会进一步的去尖锐化。我个人观察共和党内最终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胜出的，应当是一个相对而言极端式的人物特朗普可能就归于这一类。那其实共和党人的选择究竟是讨厌特朗普，还是真的喜欢德桑蒂斯呢？孙先生，您觉得共和党需要怎样的一位总统候选者？确确实实，现在很多共和党的大金主比如说默多克，他在选举上呼风唤雨操弄选举利用自己的媒体福克斯然后为共和党候选人去站台。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抛弃特朗普了，他在支持德桑蒂斯，支持克鲁兹这样新的候选人。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德桑蒂斯就能取代川普呢？那现在也看不清楚因为这个共和党急需推出一个具有总统相的候选人。那么德桑蒂斯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呢？他有没有总统相从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角度来说，现在美国人还看不清楚。那孙先生，您觉得德桑蒂斯他能在共和党当中突出重围吗？他如果要参选2024的话，还要突破哪些挑战呢？我觉得德桑蒂斯如果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出战，个人品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他会遇到3个非常重要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他有的时候过于强硬，有人说他是一个放大版的强硬版的特朗普，但是意识形态会不会过于保守，这在美国是一个大的疑问。这是他第一大挑战，怎么能够世俗化。德桑蒂斯的第2个挑战呢，觉得他的人脉够不够他的动员能力和募集资金的能力够不够美国大选说白了是一场金钱的政治的这个较量。共和党内仍然还有很多人跃跃欲试，所以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进入到美国大选参选的这个行列，这将使得德桑蒂斯面临越来越多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他能否有效的迈过这些竞争对手，从目前来看是不得而知的。
从去年冬天开始，美媒就爆出拜登团队开始为2024年大选做准备。到今年国情咨文演讲后，媒体热炒即将宣布参选，拜登方面还是没有明确表示竞选连任。直到2月24号，拜登夫人吉尔拜登对媒体透露说，拜登还没有完成宣布参选前的工作。随后，他又否认了关于80岁的拜登是否可能选择不参加2024年竞选的问题。那么，拜登为什么迟迟不宣布参选决定？他近期闪访基辅送5亿美元礼包，对支持度有着怎样的影响？民主党内首个挑战者现身，美国畅销书作家威廉姆森透露将参与大选。威廉姆森有能力对抗拜登吗？一起来洞察关键。I mean, how many times does he have to say it until you believe it? Well, he says he's not done. He's not finished what he started.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当地时间2月24号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称，拜登即将竞选第2个任期，除了还缺确定宣布该消息的时间和地点，几乎没有什么要做的了。外界分析，这是拜登竞选连任仪式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之一。美联社还提到，几个小时后，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被问及他妻子的言论，拜登笑着表示 ：“Pretty much. Do you agree with your wife's assessment?" God love her. Look, I meant what I said. I've got other things to finish before I get into a full-blown campaign. 而拜登的助手们表示，竞选连任的消息可能会在4月的第一个筹款期结束后宣布，届时拜登将正式启动竞选活动。如果拜登成功连任，在第2任期结束时将年满86岁。对于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美国保守派批评人士一直提出质疑，甚至许多民主党人士也在民意调查中表示，他们担心拜登的身体状况不能承担总统的高压工作。2月16号，美国白宫总统医生凯文·奥康纳发布了现年80岁的美国总统拜登的体检报告。报告称，拜登仍然健康并充满活力，仍适合履职。对此，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做过白宫医生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就提出质疑，他呼吁白宫停止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掩饰。杰克逊表示，拜登的最新体检报告没有提到总统在精神健康恶化的情况下接受认知测试。I want to know where his physical exam is at. They said we were going to have it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We didn't. Now they're saying they're going to have it by the 16th of February. Will it include a cognitive exam like President Trump's did? It better. We need one. If any president's ever needed a cognitive exam, it's this man. 尽管外界对拜登的健康状况质疑声不断，但却并没有影响拜登的外访行程。美国时间2月20号一大早，一张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基辅街头相拥的照片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拜登此行亮出了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大礼包，包括新一批海马斯火箭炮用弹药、新一批155毫米炮弹、120毫米迫击炮炮弹、4部空中监视雷达、新一批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约2000发穿甲弹药、4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以及夜视装置、战术安全通信系统等其他武器装备，让泽连斯基感动不已。就在拜登与乌克兰官员握手时，站在拜登身后的泽连斯基甚至一度用手擦拭眼泪。分析人士看来，拜登此次出现在基辅街头可能并非一时兴起，拜登想利用基辅之行来为自己的连任造势。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民调显示，近60%的民主党成年人不想看到拜登再次获得党内提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张家栋教授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拜登此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其在国内提升形象比较重要的一场政治秀。因为这个俄乌冲突1周年啊，是这个各国包括舆论界、政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知道，美国是向这个乌克兰提供援助最多的。如果他不在这个时间点上来秀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它会这个削弱，会影响他这些援助所产生的这种政治效果和舆论效果。第二个呢，对他个人在美国国内也有好处。那么拜登这次来了以后呢，对他在国内政治形象，包括体现他的工作能力啊，很多人怀疑他身体不好啊等等，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场这个政治秀。事实上，在过去1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却未能换来俄乌冲突的结束，由此引发了美国政界和民众开始出现厌倦情绪。当地时间2月19号下午，上千名美国人自发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煽动俄乌冲突。The U.S. has been stoking this for some time,
and warmongering. I think there are peop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ho have a history of trying to provoke conflict with Russia between NATO. They use NATO,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ain driver of NATO. This unipolar world that the West is running is evil. It's not just the U.S., it's a transnational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re's massive warmongering propaganda, and unfortunately too many people have bought into it. 不仅是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界人士也早已经不满拜登的援乌行动。在2月初，10几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乌克兰疲劳议案，呼吁美国停止对乌援助。共和党女议员格林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拜登选择了乌克兰而不是美国，同时迫使美国人民为乌克兰付出代价。尽管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并未形成气候，但对拜登政府执政后经济状况的不满却日益增加。2月初，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花大量篇幅描绘其政府在过去2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引发民众反感。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大约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的经济状况恶化了，只有16%的人说状况更好了。美国最新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在任职总统2年内取得的成绩不多或者几乎没有，65%的人认为美国目前正走向错误的道路。拜登公众支持率仅有41%，接近他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就在拜登支持率低迷之际，当地时间2月23号，曾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进步派民主党人玛丽安娜·威廉姆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将参加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威廉姆森1952年出生于美国德州的休斯敦，后来搬到了纽约。威廉姆森今年70岁，是一位作家，其多本书籍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还被称为精神思想领袖。这是他计划第2次竞选美国总统。在2020年的竞选中，威廉姆森是一个非传统的政治人物，因为他在2019年几场民主党竞选的辩论中发表了激烈的言论。Everything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tonight is what's wrong with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needs to understand that we should be the party that talks not just about symptoms, but also about causes. 当时，由于在筹款方面的困难，威廉姆森未能获得参加大多数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资格，于2020年1月退出了竞选。2020年2月下旬，他转而支持桑德斯的竞选。威廉姆森此前曾说，他将在3月4号在华盛顿特区发布一项重要声明。外界推测，这将是参加2024总统竞选的声明。And I feel that I've come up with the answer, as far as my own heart, my own gut. Register, and 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 and I'll be on live stream. I'll be in Washington D.C. and I'll let people know how I'm feeling, where I think the country has been, where I think the country is, and where I think the country needs to go. 威廉姆森在美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他的主要知名度呢，不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么他现在跳出来，这么早的就跳出来，要宣布参选，我认为他主要就是要刷一下存在感。作为一个作家，威廉姆森的作品因为洋溢着满满的美式正能量而受到赞扬。也有一些人批评称，他写的东西缺乏科学依据，部分观点还颇具争议性。而作为一个演讲家，他演讲的主题也大多和灵性还有自我完善这2个关键词相关。威廉姆森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他将如何应对外界质疑，威廉姆森的回答也提及了神经触动。I remind people that Trump became president, and he didn't become president by strategizing anything. He became president by hitting a nerve. And I think the nerve we need to hit at this point is the American realization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been played. We've been played for the last 50 years. And I think that more Americans are waking up to this. 威廉姆森除了写作和演讲之外，还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有民主党人士认为，威廉姆森的政治理念同时融合了精神力和进步性，是一种独特的优势。不过，威廉姆森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因此他可能很难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威廉姆森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如疫苗和医学，一直饱受争议。他不提倡现代医学，反而推崇靠精神力来治病，所以他无法吸引所有的选民群体。事实上，威廉姆森在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前，就已经对民主党内部和拜登心存不满。他近期在接受《政治学人》杂志采访时公开放话称，
拜登是一个挑战，一个麻烦。委员会选他的话，就是对着民主吐了唾沫。在威廉姆森看来，拜登有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默认为2024总统候选人的苗头，并且拜登还在设法阻止本党任何党员参选2024。因此，威廉姆森表示，如果他决定参选，他将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而不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他认为，拜登和背后的势力没有权利剥夺本党人士的参选权。实际上，拜登迟迟没有竞选动作，给民主党造成了不少困扰。当地时间2月22号，美国政客网站发布以拜登可能不会参选了，民主党高层正在悄悄准备为题的报道，指出拜登的犹豫不决导致民主党内部陷入尴尬的僵局。一些潜在候选人和许多主要捐助者正在制定战略，甚至制定 B 计划。政客网站列举了数个新面孔正在不断填充民主党队伍，其中包括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新泽西州州长莫菲等雄心勃勃的民主党人，以及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艾米克洛布查等。据称，这些民主党人已纷纷采取措施，如果拜登不参选，自己就可以挺身而出，将2024年民主党初选变成一场更加公开且激烈的竞争。亿万富翁普利茨克在今年1月份第2次宣誓就任伊利诺伊州州长，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取得了财政上的成功，包括将成堆的州债务转化为37亿美元的盈余。普利茨克宣称，是时候让伊利诺伊州发挥领导作用了。他称，他的计划不仅考虑未来4年，而且考虑未来40年。而在他大选日胜选演讲中，间接抨击了将在2024年寻求连任的前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指其使得叛乱分子拆毁美国国会大厦的大门。普利茨克的这些行径被外界解读为他将向总统之位发起行动。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也被外界认为有意竞选2024美国总统。早在去年7月，他在佛罗里达州发布了一则广告，攻击该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后者可能成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如果拜登宣布不参选，我相信会有很多人站出来，但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目前民主党内概率比较高的应该是副总统哈里斯，因为总统不做了，副总统接着来，这在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次。我们现在没办法预测，因为拜登的身体其实是民主党最大的变量，而不是讲其他的候选人是有多强。当前民意调查显示，部分民主党人不支持拜登竞选连任。媒体分析称，这些现象反映了两党内部日益强烈的一种看法，即民主党的拜登和共和党的特朗普都太老了。2024年，特朗普78岁，而拜登已经82岁。ABC 和华盛顿邮报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由于对特朗普和拜登不满，大多数选民对两者在2024大选中再次对决没有兴趣。我想美国他们期待领导人可能是这么一种样子，首先要年轻一点，因为经历了这么久的这个老年总统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带有少数族裔背景的人，倒不一定是完全的少数族裔，有可能会更具有代表性。因为我感觉到，也许在2024大选出现民主党的哈里斯对这个共和党的德桑蒂斯这种模式，就类似这种模式，其实是蛮有可能的。如果从政绩方面来看呢，有评论认为拜登上台2年也并非是乏善可陈。张先生，您怎么来评价这2年拜登的执政？美国民众又怎么看？我觉得拜登这2年的执政成绩应该说争议是比较大的从民主党的角度跟从共和党的角度，显然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那么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讲，拜登的执政显然是有很多成果的，尤其是他通过了多项重大的立法。这也是过去上一届特朗普政府没有通过、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这可以成为拜登的一定程度上执政上的一个正面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国内所进行的相关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认为美国现在处在一个错误的方向和道路上。其实这就是对拜登执政表现最结实的打脸。也就是说，尽管他在立法上、在政策上推出了很多的举措，但是呢，这些相关的举措并没有转化为能够实实在在惠及民众的这样一些具体的利益，这也就使得民众对此的获得感是不强的。好，孙先生，您觉得到2024年，民主党内是否有可能出现黑马？
我觉得黑马候选人无外乎有几个人选，第一个位是现任的副总统哈里斯，我看希望并不是很大，因为他这2年的表现不佳。另外一个呢是密歇根的州长威特默这位女州长呢非常精明强干大家对她都很喜欢。还有一位是加州州长纽森他非常帅气也深得选民的支持还有可能就是这个交通部长布廷哲布廷哲在2年以前也参加过选举但是最后被拜登呢延揽到内阁当中。我觉得这几位可能是民主党的黑马候选人但是他们现在呢都表示，假如拜登执意要披挂战袍，他们都会支持拜登的。